娘，姑娘，这是作甚啊？有什么想不开的呀？啊？就是啊，看你生得如花似玉，怎么就想死呢？世间大路千千万，随便走，唯独死这条路，可是回不了头的。是个盲眼人，可惜了。姐姐，即便看不见，也不用寻短见。我的眼睛好，可为姐姐引路。我看他这儿还有把琵琶，也不知他是真会弹还是假会弹。可不能拉他入伙，她长得这么美，他若是来了，岂不是把我们的风头都压了下去？美虽美，终归不年轻，眼又盲，班主才不会喜欢她呢。就你聪明。摆席班子到了，怎么才来呀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边。您是阮老板？正是阮大雄。哎呀，在下玄火班班主赛孟尝，这不，昨夜在临高驿演了个通宵，故此才赶到。我们班子啊，幻术、回偶戏、喷火、歌舞乐器都可表演。现在又新加入了长安的花魁，单剑舞，所以太受欢迎了。花魁啊，长安的花魁，不是在霄云楼，便是在那波斯馆。总之，离不了平康坊和西施啊。老板说的对，都怪我家班主没讲清楚。奴娇是当年的花魁，那能一样吗？他是何人啊？这位是我们玄火班副班主，小的狼野狐。诸位，今天酒席宴上的表演一定要精彩呀，因为请来的可都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呐。诗人？诗人？都有哪些诗人？是现在能说的吗？你们怎么还拉了一个大柜子？都是成家伙事儿的，还有一些更换的衣服。那就马上动手搬吧，就按事先谈好的，你们戏班在我们酒楼驻楼表演1个月，故要给你们安排食宿。在这1个月内，有什么事可以找我，我是本楼掌柜，姓侯。既然是苏山店的，就到小厨房待着，别瞎溜达。啊，是。哎，要饭的，到外面。长安女儿踏春阳，无处春阳不断肠。舞袖弓腰魂忘却，峨眉空带救秋霜。卢兄，我没看错吧？真的是冷极秋。看背影，我就知道是你范阳卢。你何时来的长安？哎，你们，冷极，你不会就是我们老板阮大雄请的诗人吧？劳烦你通报一下，就说南州冷极前来乞讨。冷先生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。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没把您给认出来。您怎么从后门进来了？我现在就去禀告老板。啊，陆兄，我刚进长安，就听说你是现任雍州司法参军，怎么也有闲暇来酒楼啊？陆兄，我的身份还请暂时保密。好，明白了。南州冷极何在呀？王兄，冷兄，哎，冷兄，哎呦，高兄，哎呀，冷兄，今日相见，一定要痛饮一番呐！对，阮兄，哎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卢无名啊，对，卢兄是我在南州时的故友，你们说巧不巧？竟然在长安重逢了，那正好，一起啊！一起。等一等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怎么了，阮老板？莫不是今日的酒水没有备齐吧？今日之酒席是招待诗人而办，这他就是个苏山店的伙计。落魄了，冷兄见笑了。那是现在，以前他也是一位诗人。诗人，冷兄说笑了吧？
要说他曾是个看家护院的，我倒还勉强相信。诗人嘛，冷兄确实高抬我了。诗人的宴席，我就不参加了。不行，阮大雄，我卢兄如何才能参加你辈的宴席啊？即便不会写诗，那至少也能熟读诗篇吧？看来你一定能熟读先贤的诗篇。那当然，不是我夸海口，我阮大雄不但会写诗，更善于背诗。从先秦至六朝，再到前隋到我大唐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诗人和篇章啊！哎，不知阮老板可读过曹子建的诗篇？这话问的，那鲍照和庾信的诗呢？那还用说吗？如此看来，阮老板肯定读过袁无有的诗和程自虚的大作吧？袁无有，程自虚。哦，阮老板迟疑了。啊不，袁程二位诗人嘛，想必是魏晋，不对，魏晋诗人名多单字，无有自虚，南北朝的。对，就是南北朝的。你还考我？不过，这二人的诗歌可有些粗鄙呀。大雄，还是赶紧请卢兄入席吧。你想，袁无有，程自虚。哦，子虚乌有啊！抱歉，阮老板，口出戏言，只为博大家一笑。如果阮老板真的觉得我没有资格入席，那卢某绝不敢再打扰。啊，别，是我阮某粗鄙了。我若再不恭请卢兄入席，倒显得我没有诗人之雅量了。卢兄、冷兄、高兄、王兄，请。行啊，阮大雄，有所长进。走，哎，来，行，走。挺好的。那我再投点胭脂。奴娇姐姐，可否将面衣摘下，我来为你整理妆容？不必了，谢谢桑儿。我们萍水相逢，这几日一直劳烦你照顾。客气什么？能照顾昔日的花魁，也是桑儿的福分。哪有什么花魁啊？不过是班主为了招揽生意编的罢了。不可能，姐姐如此美艳，昔日定是花魁。过眼云烟，早就忘了。甭管当没当过花魁，你在阁楼那么多年，肯定见过很多达官贵人吧？还有风流才子什么的，比如诗人之类的。说到诗人，楼上倒是来了几位。阮家酒楼请我们来，就是为了给诗人唱曲儿。管他什么诗人，我只要英俊好看。抱抱，你可真是喜欢男人呀！哟，哪有你小趴喜欢呀？这才几天呀，就跟班主搞上了。你瞎说！吵什么吵什么？赶快画！抱抱喜欢男人呀，我就是男人，虽不英俊，但是我有劲儿啊！滚一边去！今晚你不从我，从此以后我就让你吃苦头。看什么？画！前几个歌姬，皆平平无奇，所唱亦巴人下里之词，岂比阳春白雪之曲？冷极不才，所写之诗俗物，莫敢进。今日若无人唱吾诗，则自罚3杯，从此弃笔停诗，终生不敢与尔等正行。
他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王兄，回席。这边。多谢。怎么还背着剑呢？虎口之物只能随身携带。以剑虎口，难不成你是刺客？这位郎君说笑了，奴娇自幼喜弹琵琶，可随着年岁增长，仅靠琵琶无以为生，便拜师习得剑舞。今日既背了剑，又抱了琵琶，诸君可选，亦可先弹琵琶，后舞剑。你的声音竟一点都没变。可是坐在主位上的客人，您的声音我却从未听过。冷兄，冷兄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奴娇是个盲女，如何就盲了双眼？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那就先舞剑吧。剑舞也是我大唐瑰宝，会剑舞的女子不在少数，但像你这般的盲，倒是少见，倒是少见。刚才扶我的那位小姐，可否帮忙抱下琵琶？多谢。奴娇眼盲，长剑所及，但愿不伤到诸位。王兄，好。
王兄，来。哎，樱桃，我们苏山店的伙计樱桃小时候学过盘子舞，樱桃，你与之一起跳。遵命。正是冷生的寒食行，笔触素雅，托物寄兴，哲思隐于情，恰如空谷幽兰。好事！那我给记一下。快记！诗人冷极一首。据说在我大唐驿站的诗板上，有关寒食和清明的诗，抄诵最多的就是这首。光阴如长河，诗人万千。其实一个诗人，如果能有首诗在千年后仍被传唱，就非常了不起了。冷先生的佳作，我10年前就读过，至今一到寒食节，仍会抄写背诵。诸位过誉了。我阮大雄，何时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呀？瞎丢什么？哎，班主，班主！哎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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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歌姬没有啊？回主家，没有了。我们玄火班只有这5位歌姬。唱了右伯兄2首诗，今日赌诗，你赢了。冷兄，刚才确实有2位歌姬唱过我的诗，但是与这位姑娘相比，却是逊色太多。要我说，论胜负，不该看唱谁的诗多，而应该看班中花魁唱的是谁的诗。傅毅，此女子绝对是这百戏班子当中的花魁。冷兄，你胜了。高某人输得心服口服。我阮大兄也甘拜下风。哎，等等，你还能占上风吗？你也不看看这席间都是什么人。王兄说的对。娇奴。可是在叫我。错了，我叫奴娇。刚才为何不动手？席上有高手。高手？那个耍盘子了？不止他一个。那之后该如何？我可是给了你定金的。他们不是在喝酒吗？过不了多时，便个个会烂醉如泥。你只需告诉我，药砂痣在哪个房间。
是假冒。好剑法，看着是真刺客。哎呀，好险，他果真是刺客。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卢无名，只因为名字起得不好，至今未能考取功名，只好屈居苏山殿，当一个伙计谋生。你这刺客武艺虽凑合，却赢不了一个伙计，算你不走运。你又是何人？苏山殿另一伙计，在长安谋生不易，他被人欺负，就学了3招2式，也想过当刺客，奈何武艺太稀松，你连我都打不过，早点改行算了。任老板，交给你了。班主何在？出来答话。小的在。小的不敢欺瞒，此女子确实不是我们玄火班的人，是我们来的路上正好撞上她要上吊，便就……哎，我家班主心善，见他既会弹琵琶又会舞剑，就把他收留下来了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带着佩剑上吊，是专门喜欢被勒死？恐怕上吊是守株待兔吧？应是提前得知玄火班要来这阮家酒楼，特意在那儿等你们呢。哦，哎，阮老板，这戏班子是谁请的呀？掌柜呀，姓侯的。姓侯的要害我！抓住他！站住！过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过来！过来！想跑？那你是承认喽？就说要雇刺客，要宰了你这个不孝子，又怎样？你个开酒楼的，整天读诗、背诗、写诗，为了结交诗人，你不惜一掷千金，快把你爹的产业都给败没了，我看不惯。你爹死之前跟我说，他要值得辅佐，你就辅佐他；他要不值得，你可以取而代之。哎，他刚才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好像哪位诗人写过。哎呀，你真是个诗痴！刚刚那句话没有出自任何诗篇，不是吗？是后汉三国刘玄德白帝城托孤时，对诸葛孔明所言。啊，对，想起来了。姓侯的，你对我爹呢，也算是一片忠诚。阮大雄在此谢过。我爱师哥，背逆了祖宗的产业，确实算是不孝。但是你竟然雇佣杀手想害我，你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你！把他给我关进柴房去，饿上他2天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走。冷吉，愿代他受罚。
他不叫奴娇，他叫娇奴。我们在洛阳相识，那时我在神都谪居备考，却屡试不中，以致意气消沉，整天混迹在秦楼楚馆。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我们，互相温暖，相伴，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。后来，娇奴渐成头牌，每日应酬达官贵人。有一次，我去找娇奴，看见他正被一个将军搂抱，我不忿，上前呵斥，结果被痛打。愤怒之下，我迁怒于娇奴，发誓从此不再相见，并诅咒他定会盲了双眼。我好恶毒啊！如今想来，实属不该。他本歌姬，应酬客人，也是为了尽早赎身，与我永不分离。后来，我因尝试韩诗行，一举成名，不再醉心科举，而是回到南州，专事诗歌，与其他3子为伴，放情于山水之间。但我的心中一直对你存有愧疚。今日，就让我冷极替他顶罪吧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次机会，弥补过错的机会。奴娇，哦不，娇奴，你不想说说吗？顶罪一事可不是诗人冷极愿意顶就能顶的。自与冷极决裂，我心灰意冷。所谓花魁，红3年已是长久，之后便无人问起。我从洛阳到长安，又红了2年。再后来，我没有去鬼市的幽苑楼，也没有嫁作商人妇，而是去畅游天下，在嵩山遇见一位饥寒的老翁，我给了他胡饼，他便成了传授我武艺的恩师。再后来，我以奴娇为名，成了一名刺客。想起冷极当年对我的诅咒，便以眼盲隐藏身份，但我却从未杀过人。没杀过人？难道你也是骗取定金的刺客？不是，我看也不是。你的武艺没那么差，莫非下不了手？今日你原本是有机会的。我发过誓，只杀奸恶之人。今日见阮大雄，待3位诗人犹如贵客，可见他绝非大奸大恶之人。哎，恭喜冷兄，贺喜冷兄啊！方才娇奴姑娘所言，是以是否结交诗人而去判定一个人的忠奸善恶，可想而知，他从未忘却过你啊！娇奴重逢，立刻与他拜堂成亲。哎呀，这可是大喜事儿啊！哎，这样婚宴我阮家酒楼包了。要什么婚宴？对，我2人这就对月拜堂。怎么，娇奴，你不愿意嫁给我？
你不肯原谅我，难道我还会再失去你吗？也罢，你在行凶现场被抓，即便不处死刑，恐怕也要长流3000里，终身难以生还。不如我冷极，就先行一步，到阴曹地府去等你拜堂。若能死在同一把剑下，来生也好相认。想不到还有喜酒喝，阮家酒楼的菜真不错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吃，就知道吃，信不信我还踹你们2个？班主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既然提心吊胆，不如咱们走吧，带上那家伙去贵坊把银子取了。银子，这儿也有。哼，哪来的？那个姓阮的老板家底儿极厚，还是个诗疯子。主家，您吩咐。一会儿你找个好的歌姬，把这首诗交给他，待会儿跳舞时叫他唱出来，这块银锭就是你的了。就这么简单？诗可不能错，一个字不能错。什么事嘛？这个一个字儿不落的背下来，待会儿唱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是。可他们当中有高手，尤其是那个姓卢的，怎么看也不像个伙计，对刑律还挺熟悉，搞不好还是个捕贼棍。哎，怕什么？他们不是要喝酒吗？方才我卢兄，刚才可是说好敬我们诗人1人3大碗，你却换成了水，但终究引得刺客出手，真乃妙计。是啊，高达也是敬佩之至啊。这还多亏了苏掌柜啊。但这酒得补上吧？对，酒得补上。来，苏掌柜，二位贤兄说的对呀，冷兄与夫人已入洞房，我们再不把酒言欢，更待何时啊？不急，苏珊做好了，先吃，吃完了保证你们能喝更多的酒。苏珊好吃啊！二位姑娘有劳，一会儿一起喝上一碗。这个可是喜酒啊！多谢大诗人，这酒太香了，我一直闻着，早就馋得受不了了。大雄，我与你倒上。好，多谢王兄。各位，这苏珊旧酒啊，越喝越有。咱们先吃苏珊，而后痛饮。好，好，好。如何？来了。喝了，至少喝了3大碗，这会儿都欢死如猪了。太好了，别管是不是捕贼官，他们都是将死之人了。六郎、七郎，你们2个守在1楼，若有人下来，见一个杀一个。懂。要是听见上面打起来，就是民药没有把人彻底迷倒。你哥俩立刻上去帮忙。懂，又懂。
要干什么？你们持刀摸上楼来，却问我要干什么？你这个人有点意思啊！我们入计了，才知道，晚了。杀！看见他的柜子跑啊！哎，走！哎呦，走！呀！他娘的，又冷气了，怎么还不来呀？捂住口鼻！啊！穷寇莫追。老板，玄火班那2个大汉抬着大柜子跑了。啊！他娘的，这2个王八蛋！别骂了，三孟尝，你的本名叫什么？我姓苟，苟孟尝。孟尝2个字可没瞎说啊。本司法参军问讯，需如实回答，否则即刻公械受大刑。我招。苟孟尝，你根本就不是玄火班的班主吧？哎，我不是。可是那几个歌舞姬他们是玄火班的，这之前狼野狐就干过这一行。他说，打着百戏班的旗号，更容易进入深宅大院抢劫。我也是听了他的鬼话，见你和那女的不好对付，本来我们是想走的，可是他太有钱了，唱他一首诗就赏1块银亭，碰到此等飞扬，这焉有不宰之理呀！无巧不成书。任大雄，如此看来，我更要把你写到我的诗里去了。你还真不是这玄火班的班主，那真正的班主何在？是不是被你给杀了？没，就在那大柜子里呢，就是被那2个王八蛋抬走的那个大柜子。我们最近抢劫的金银细软都在里面呢。我的心，依我说，还是赶紧追吧。这穷寇不穷寇的倒不重要，关键那柜子里还有条人命啊！二当家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们2个竟然不上楼救我！哦，想私吞金银，看我不踹死你们2个！不是这样想的呀，二当家，我错了，服了，你们2个废物，赶紧抬老子跑！跑不动了，歇会儿，歇着，不想活了，等着官府的人来抓，赶紧抬老子跑！这柜子没压在你肩膀上，要不你试试？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刀！别！但是我也是不可能的。柜子里的老家伙实在是太沉了。现在咱们中了圈套，柜房中的金银是取不出来了，不如把那老家伙杀了。对呀，二当家的，把他给杀了，把这边东西拿出来，
们3个人平均1分，一起远走高飞。我是谁？你俩是谁？还想跟我平分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这娘的！你们别回来！我是副班主。别！咱们还是兄弟。当年可是我收留了你们2个。呸！收留？你就是让我们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！柜子里的金银都归你们！放过我！放过我！放过我！放了你！等你再捶我们屁股是吗？老七，把箱子打开。让我再歇会儿。你他娘的还敢顶嘴！为啥你不去开柜子？我又不是你亲兄弟，你怎么使唤我？你是傻子吧？臭踹你屁股呢是吧？你也想踹我屁股？不踹你还留着你啊！7分3分，不如分2分。分2分，不如我一人独得。去死吧！老班主，这位是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。玄火班班主袁离拜见上官。这2位是诗人，那位是阮家酒楼的老板。拜谢各位恩公，要是没有你们，老朽的命早就没了。半个月前，站住！站住！我骗这伙强盗说自己有很多银子，存在柜坊里，只有我本人才能取出来。他们才没杀我，把我装到柜子里，每到深夜，给点吃的，喂点水给我喝。此番带着玄火班进长安，就是为了胁迫我到贵坊去取银子。就是，他们还以老班主的性命做威胁，我们若是不听话，就要活埋了老班主。那个七郎还逼我与他相好，我看见他就恶心。我也是没有办法才委身于这个假班主的。我就是怕他们起了歹心，把老班主和姐妹们都残杀了呀。桑儿，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姐妹们都说了。老班主逢凶化吉，值得恭喜。那几个强盗手上都有多条人命，用豹子惩罚他们，并放豹子重归山林，达成人与飞禽走兽和谐相处之道，似乎也恰如其分吧。好是好，我也正想将那豹子放生，只是好奇你们是如何做到移花接木的。万一那豹子不醒，岂不是让强盗逍遥法外了？哎，阮老板，这个你放心，若无把握，卢参军早就去追那些强盗了。我也是很好奇，当时我被盗绑，还堵了嘴，忽见箱子盖被打开，可是不知怎的头晕得厉害，就晕睡了过去。之后自己怎么出来的，到底是谁救了我，始终没看见。当然是本参军了，除了我，谁能把你从柜子里抱出来？
再把那只豹子放进去。哎呦，有劳了，小老儿再拜卢参军。不必了。哎呀，折腾了一晚上，肚子又饿了。阮老板，还有酒菜没有？我还正想着再摆宴席，祝贺卢参军又破大案，在我这阮家酒楼抓住了这些江洋大盗啊！王兄，这件事儿如果能编进你的诗篇，我想诗名上就不必再加上“戏赠”二字了吧？加不加就看一会儿的饭菜丰盛不丰盛了。果然是王老伯。阿郎，在，再摆宴席，上好的酒、看家的菜都给我摆上。是。老班主，哎，不知你们玄火班还有何绝技呀？赶紧使出来吧。这，不会是在那柜子里捆了半月，本事全都废了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待我和姑娘们稍作准备。
君，还认得我呀？老朋友了，你为何要搅我的生意？呸！老贼，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。罗凌风，这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墨影幽燕。擒他！罗凌风，别怕，那是幻术。别光盯着洞房，还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明白。还有大爷。班主，班主，班主！抓刺客！刺客！姑娘们，放下兵器，别逼我们动手啊！想试试大唐诗人的实力吗？听话。跟他们拼了！拼什么拼？我们也是被那个老家伙给逼的，最多算从犯。你们几个，过来把地上东西收了。季师公，我一直担心你喝醉了误事儿。醉什么醉呀？苏明根本就不让我喝呀！忙活了半天了，我得犒劳我的酒虫子了。哎，张飞，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，不可喝酒。什么重要的事儿还耽误我喝酒？据暗探密报，隐匿多年的墨影幽燕已潜回长安，目标应该就是这阮家酒楼。此人杀人如麻，手段极其残忍。你若饮酒误事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说谁？我一听这名号啊，嘿嘿，老相识了。20年前，我混迹于鬼市，他被仇家追杀，血都快流干了。是我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，而他却为了得到灵丹妙药，杀害了我药王们的4个徒孙呐。那几个孩子都管我叫师叔啊！我今天要给他们报仇！我把剑给我！飞叔，杀个老贼，何须您亲自动手？我今天一定要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！哎呀，老费，行了，他罪行累累，需一一审问，务必还所有亡灵公道。墨影幽燕，你躲了20年，却敢给这百戏班子起名叫玄火班，玄，墨色也；幽燕，鬼火也。你这是在挑衅公谢呀！我问你，你既已隐匿20载，为何又出来犯案啊？命在血滴，身不由己啊！啊！你接到血滴令了？反正是一死，你们就别想在我这儿问出东西来。都给我拿下！卢参军，我们来晚吧？来得正好，把院里的这几个，还有里面的狗孟尝，一并带回宫县。是。轻点儿！给他捆结实了，他可会幻术。是，苏先生，不对呀。刚才你说你是专门到这儿来等他们的，可不应该是我请你们到我这儿来做苏山的吗？给我搞糊涂了呀！有些事儿糊涂一点好。哦，对。
桑儿妹妹，我早就看出来你是被胁迫的。刚才你能及时停止做帮凶，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你着实细心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不救着了吗？喊什么呢？你忘了前面那几个了？小派他们3个都是那所谓班主的帮凶，之前他们还掳过几个姐妹，因为不听话，不是被勒死就是活埋，所以在如此威逼之下，你还是找机会向人透露出了墨影幽燕这个名字。是，我虽被劫持多年，但并不甘心就此沉沦，一直在寻找机会脱身。偶然间偷听到小趴和那老贼的对话，知其绰号墨影幽燕，是个罪大恶极之辈。宫谢得到消息一定会来抓他，那么我也就有救了，故有意泄露于人。正是因你的消息，我们才在暗探处拿到了至关重要的情报，才把玄火班和墨影幽燕联系在一起。如此，也算是为那几个被他们害死的姐妹报仇了。你在奴籍？是。你有功于雍州府，作为奖励，雍州司法参军公谢会想办法为你取消奴籍。太好了，三儿妹妹，你自由了。真的？您不是在骗我吧？苏某是雍州府暗探总监，更是嫡公弟子，我必会兑现承诺。多谢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老费，这一天天的就知道吹。不过你能把那豹子装进柜子里，确实有点本领。切！据我所知，这墨影幽燕30年前就身背数条人命，可这班主赛孟尝和狼野狐年纪他对不上啊。带我寻机探明虚实。来，买上啊！我也20年没见那老贼了，所以乍一相见，我也不敢立即确认。但回头一想，罗凌风、苏无名都在，即便把他放出来，也不怕他跑了啊。故能把人给迷晕，还能把豹子熏醒之后让他受你驱使，真乃神仙也。昔日我在南州治头风病，在云顶治哑奴，他们也这么叫我啊。你们是冷极的朋友，就不必如此客套了。哎，冷极人呢？让他出来陪我喝酒啊！我1天没吃肉，1天没喝酒了。冷极，哎，老神仙，老神仙，酒席呢可以再摆，但今日是冷极兄大婚的日子，洞房花烛1克1000斤呢，就不要叫冷极兄陪你喝酒了。我呢虽然不算什么诗人，但高兄、王兄2位可是鼎鼎大名的诗人，我们几人陪你饮酒可否啊？哎，只要喝酒，谁陪都一样。罗凌风，我今天可立了大功，你是司法参军，你一会儿得多敬我2碗啊。苏无名啊，你这一天净差遣我了，你也得敬我几杯。都敬，还有我呢。樱桃，你职责在身，不可擅离岗位。
你派我那活儿，哎，喝酒会误事，还不赶紧帮我去看着？洞房早就熄了灯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等会儿，哎，济世公，我陪樱桃一起小酌，不误事儿。走。哎，你这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第4次崇拜宴席了啊！来，喝酒。来，诸位。今晚这高悬于苍穹的明月，既是大唐的明月，更是诗人的明月。可惜，我阮大雄能帮雍州府捉贼，却不知如何写出更好的诗句。阮老板，坐。哎，一轮明月，居然让你这样一个汉子一下子忧伤起来，可见我长安处处皆有诗意，写出好诗句对你来说，早晚的事儿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认为诗意来自于诗本身，有最精美的语言就够了。但怆然南下，继而西行，漫游天下，却发现，想要写出好诗，需爱着天地之辽阔，须拥人间之烟火，如此才会有真正的诗心。诗人当如此，英雄亦然。说得好啊！罗兄虽自谦说自己不是诗人，但却一语道出诗歌的精髓呀。英雄2字甚好。阮老板，你不是嫌弃阮家酒楼名字俗气吗？哎，依我看，改成英雄楼3字，你看如何？这个名字好啊！我愿替你题写“英雄楼”3个字。哎呀，这让我如何感谢2位诗人呐！哎呀，说什么感谢2字？来，喝酒啊！喝酒！来，喝酒！阿郎悄悄告诉我，姓侯的蠢蠢欲动，叫我当心一点。我便谎称去打猎，暗中跟踪，竟发现他在雇佣刺客，所雇的正是娇奴。说了，快点，快点！那你还敢让他给你扶梯子？他以前在我爹手下当伙计，我自幼丧母，从小是在他背上长大的。他对我呢，也算是恨铁不成钢吧。他要想杀我，何须雇佣刺客？他管我1日3餐，若下毒，我早死了。还愣着干嘛？扶梯子啊！家子，100年家业，名字都换了。哎，你嘟囔什么呢？我恨不得把梯子推倒，摔死你！哎，来把梯子说。以前呢，这儿叫阮家酒楼，老板必须是我阮大雄。现在换成英雄楼了。从今往后，这儿的老板就是你了。大雄，老侯啊，我这份家业呀，你比我更上心，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啊！这苏轼
山的钱谁给结一下啊？他是老板，他结。文大兄，诗人是你请来帮忙的，骗了我和卢凌风的是你。不过这英雄二字，你阮大雄还真配得上。